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简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习近平访问北韩会对于中国还有朝鲜之间的关系奠定怎么样的基石呢？我们来看到金正恩昨天晚上呢是在这个平壤的木兰馆设宴去欢迎习近平的到访，而且呢两个人还一同在体育馆去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平壤呢也响起了我和我的祖国等等的耳熟能详的中文歌曲。好，那习近平呢也说啦，中朝的关系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而且还要加强高层的交往，深化战略沟通，去扩展务实合作。好，所以现在呢双方的贸易也要按下了加速键吗？来看到呢，其实3月以来随着中国还有这个朝鲜间的航线陆路还有国际铁路、客运列车全面恢复通行，几乎呢每周都能够接到朝方贸易团队到访的消息。好，安东老街内经营3年多的高丽铺除了这个春香牌化妆品开成高丽人参，5月底还要迎来一批全新货品，像是什么松涛原牌的饼干还有糖果都要正式完成报关，首次登陆中国市场。好，那比起买不买得到高丽人参其实中国更关注的是北韩的战略位置。传出呢，习近平到北韩要谈什么，就是要去谈这个港口使用权呢。那么日媒呢也曝光了这样子的战略意图。好，他们就说中国海军近期呢已经在日本海部署了5艘的船舰，那么活动长达约1个月，所以外界这次就关注啦。习金会两国是否会讨论北韩东北部在日本海侧港口，也就是罗津港的使用权，还有在日本海航道的布局，这就可能会牵动区域安全，还有日本防卫监控的态势了。尤其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跟普丁在会谈之后呢，有发一个共同声明那个时候就已经纳入了中俄朝3方就图们江相关议题要持续协商的内容了。那现在呢，包括了这个北韩让他使用罗津港，那之前俄罗斯也允许中国去使用海参崴港。2023年的6月，俄罗斯呢就将这个海参崴指定为是中国内贸易货物的这个跨境中转口岸。那么在2025年的8月呢，中俄也在海参崴附近的海空域举行了联合的海上演习。好，所以现在中俄朝3方的联手加剧了，日本是不是也就紧张了呢？来看到日相这个日本的防卫首相小泉进次郎他就说日本要跟韩国防卫开启一个新的篇章说就海上自卫队要与韩国海军7日展开这个搜救训练，表示欢迎，还说这个是时隔约9年，日韩部队之间的训练是再次启动了开启了两国的这个两岸的防卫的交流合作开了一个新篇章。结果转过头来，我们来看到南韩的态度，马上李在明就出来打脸日本了。李在明就被问到了说关于什么日韩双边军事后勤协定采购与相互支援协定的问题的时候，解释为什么到现在南韩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跟日本进行军事合作。他就说啦，他说认为两国必须要先解决日本殖民还有2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积怨问题，还坦诚这项协议具有现实上的必要性，强调日本你必须要先真诚的道歉，甚至呢韩国也要纪念这个学生领导的抗日活动。来看到日本将于本周举行了纪念1910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期间一场重要的学生领导的独立运动100周年。好，很明显的嘛，韩国的态度就是我不随你日本起舞好，那日本的自民党内部呢，也是爆发了丑闻。好，来看到就是去年10月的时候，自民党要举行这个总裁选举结果日本的一名 IT 公司负责人爆料说，那个时候为了要帮高市早苗拉票，用自己研发的生成式 AI 软体制作发布了一批抹黑小泉进次郎的 AI 影片，其中还把小泉形容是提线木偶等等的。
好，那6月1号啊，这个IT 公司的负责人也在律师的陪同下，向这个日媒共同社说明了影片制作还有扩散的全部过程。那么共同社也取得啦他跟高氏秘书之间的手机短讯记录，而且确定呢对方的号码确实就是高氏的秘书。那么日本的周刊周刊文春也说了，4月就已经有类似的证言报道过这批抹黑影片的疑虑了。那么高氏那个时候是否认有相关的这个情况，而且他的事务所也强调说没有制作也没有去发布针对其他候选人的负面视频，没有委托第三方制作。也称现在没有意思要重新调查，但是这可能会让高氏的处境变得非常的难堪哦，因为这个高氏的抹黑门是首次有当事人对于主流媒体出来直接的证词，所以现在高氏的处境就很难堪啦，包括执政的自民党还有在野党主流媒体，这可能都会要求他要进一步去说明跟问责。高氏要怎么度过这个危机呢？另外面对这个中朝俄的紧密连结，日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请教赖老师。我们看到，当欧美的国家自己违反了自己所定的规则也不再遵守这些规矩的时候，中国大陆面对于欧美的国家不再遵守规矩，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有自己的做法，而且速度是越来越快的。怎么说？欧美不遵守自己所定的规则国际法的规定里面就是不能对于主权的国家进行攻击。但是我们看到去年6月，美国以色列就因为说伊朗有核浓缩铀，所以对它进行连续的轰炸，而欧洲的国家没有人谴责，也没有人去制裁阻止美国以色列做这件事。今年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再度的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连美国的国内的法的国会都认为这是违法的。现在美国的众议院已经把这个法律收回来了，当然还要参议院来通过但是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美国、以色列都去因为这个伊朗说有浓缩铀就对他攻击。可是问题就是大家在问一个问题是，那以色列自己本身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自己打自己，或是美国不去打他？他已经有核武器了，有核导弹了，那他为什么不受制裁？不受惩罚，而现在朝鲜为什么因为它有核武就要被惩罚、被制裁？这个就不合逻辑，也不合规矩了嘛。也就是有核武的以色列不受制裁，而有核武的朝鲜却要被制裁，没有核武的伊朗却被打，这个简直是世界乱了套了哈。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这一次大陆习近平到朝鲜去访问的时候，就不再跟你谈任何所谓的核武的问题了。也就是欧美的国家就说，你要跟那个金正恩谈核武的问题的时候，中国人就说您自己先把自己的核武的问题跟以色列谈好吧，跟印度他们谈好吧，不然的话就闭上你们的尊口那这样的情形，你看到这个中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唯二的国家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大陆只有跟俄罗斯，现在跟朝鲜定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就是背靠背军事安全的相互支持的一个关系，这个地位就提升得很高，完全就不一样了。那罗津港就传出来说很有可能会共同开发了。本来中国大陆就有使用部分的罗津港但是部分码头。可是如果现在中朝就是在罗津港这个部分是完全合作的话，以中国大陆对港口的基础建设能力，把它现代化、智能化，把它扩大，那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技术、包括经费、包括资金，甚至包括时间这个部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建立成为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大的港口。这个港口是不动港今年不动，所以对于中国大陆也好，对俄罗斯、对朝鲜，还有对于大陆的东北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那不可限量，因为它距离中国的省份最短的距离也不过90几公里而已。所以铁路在连通，然后我们看到本来俄罗斯跟朝鲜就有铁路连通了，再跟中国大陆的铁路、公路都连通的话，那未来中国大陆的东北的物资
进出口就不用绕到渤海这么远的地方来出口了。那这个时间成本、运输成本增加，那个缩短了缩短了很多以后，各位想想，东北的发展那就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过去的东北啊，大陆花了很大的力气要把它振兴东北的经济，但是由于它的交通地理的位置受限，所以它本身的发展也被局限了。现在罗津港如果完全打通的话，我个人的推断啊，中国大陆的东北这个地方跟俄罗斯整个融在一起的时候的快速发展，那不可限量。另外的话，韩国本身李在明他碰到难题了。本来是这样子，在5月22号的时候，美国驻韩的司令把韩国说是插进亚洲心脏。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暗指的是插进中国心脏的那一把匕首啊，大家都知道。接着5月30号，韩国跟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会议的时候，两位防长就开始讨论这个军队准入的问题了。这个虽然叫做物资劳务合作相互支持协定，也就是说，日本的军队物资装备都可以进入韩国，这个就引起了很大的轩然大波了。那现在李在明改口了李在明要求高市早苗，你也要对我韩国道歉。那大家都看到高市早苗跑到澳大利亚去下跪认错道歉，亚洲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要求高市早苗，你要到我的国家来下跪认错道歉。那现在看你高市早苗跪不跪，道不道歉，那这个是考验的你高市早苗干不干了。所以如果高市不道歉，那日韩的防卫新篇章，可能就破产了嘛？请教念老师。OK， 我先讲一下海参崴。海参崴小时候在地理课本我读过，但是呢，真的还搞不清楚海参崴是干什么。不过听起来这个名字不难听。不过呢，当我慢慢了解东北的时候，我发现东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2013年，当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呢，就教了他一个这个所谓博士班 certificate 的课程。当然刚好这个因缘契合这个黑龙江副省长以及摄影局长刚好是我的学生，他们充分招待了我从这个哈尔滨，然后到了这个中央大街，一直靠近了俄罗斯的地方。当我深深感触到那个地方真的跟内地不太一样，就要关外。关外呢？为什么呢？你会有不同的气氛，尤其又靠了俄罗斯的地方以后，你会发觉，而且我们吃的东西会到一个餐厅吃的是俄罗斯餐，那里面充满了俄罗斯的影子。当然，你如果往东边一点，当然我们当时也去了雪乡雪谷，你会发觉有韩国的影子。我的重点在东北这个地方，它很物产富饶，它矿产多，森林。这森林的这个木材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为什么当时日本刚开始的时候是想去吃这个大苹果，从东北开始，大家记得吗？从9·18事件开始。好了，东北重要，但东北的西南边一点，东南边一点有一个重要的港口，那就刚刚讲到了这个罗津港上面一点叫海参崴港。这个港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是属于谁的？然后北韩呢，它就在它的最东北角，那又在刚好是东北，它北边就是东北中国的东北的这个东南角，然后又是很重要哦，是苏俄。我讲苏俄的一个9288公里的大铁路的终点，那个地方是苏俄太平洋舰队总部，而且是亚太交通的极端重要的枢纽。然后呢，它地理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因为讲不好听就是中北韩这个以及俄罗斯的交界，那东边就日本海了。好，那它的重点当然日媒就会讲了，哇。这一次去访问去跟这个金小胖的见面，哇，这一定有很重的战略意图。那当然啦，开玩笑。当之前有人在想说是可能谈核的问题，讲不好听一点，我觉得习近平不会要他随便把核拿掉，因为核其实是对美国造成威胁，是对美国抑制美国。所以我在海参崴这个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月看一下中国的军事发展，不管在舰艇上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起飞，那么他们当然在各种实战演习的时候，除了空优之外，它的海军这个巡航也很重要，因为它要掌控东南，它大概我觉得已经稳住了，所以东北也很重要。因此这个地方海参崴它必须去谈。最后我谈一下李在明，我觉得他也是两难啊，讲不好听点，他怎么可能跟日本真的好呢？日韩的这个爱恨情仇，大家知道他们是非常敌意日本的，而且除非是尹锡
其悦。这个李在明其实是比较亲中的嘛，他怎么可能跟你日本这个高市好呢？而且高市之前还去很哭手，还去戴他的眼镜，还记得吗？我觉得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实在的，日本现在没招了，他必须找招。其实他呼朋引伴已经越来越难，他找到了菲律宾好不容易，哎呀还可以联防。现在要找韩国，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他其实要找别人很难了。最后一个我只要讲完，就是讲到 AI， 讲到了高市早苗以及小泉，我就想到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之前一个选举，会想到一个女总统跟另外一个现在当总统之前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这个洪庭议员。我想上礼拜我在讲，就是2025年11月的时候，这个 CSIS 针对这个中国大陆跟北韩鸭绿江这边丹东的这个口岸，然后它有可能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看起来，在习近平去之后，我觉得他特别谈到，就是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观察点其实还蛮多，因为就目前所露出来的消息看起来，北韩这次是有限开放，它也不是完全的大规模的开放，或者是说它要学习所谓的这个中国老大哥去走一个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看起来比较像是北韩真的内部有很大的物资跟经济上的危机。所以他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开放，跟东北这个地方去做一个人员上的互通，因为对于中国来讲，东北就像刚才几位老师所提到的，东北是一个物产很丰容的地方，但它的投资环境，过去中国大陆一直有人在讲说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就是说东北到底能投资不能投资，在它的这个性格文化这里面，那还有很多待商榷的这个部分。那北韩能够提供的就是什么？就是人力嘛。它2600多万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它能够提供的这个人力到底能够提供到哪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经济上面的一个交流，或许可以带来未来的可能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在针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里面，就像我们在看欧洲的时候，北韩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白俄罗斯，或者是它进一步比他拥有的核能力更强，就像刚刚聂老师所提到的，他如果拥有的核能力更强，他甚至可以超过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会变成一个强烈的代理。那这2660万的人口，这么封闭的市场，过去完全不让全世界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2600，这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开放，到底会让北韩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在打一个问号。但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说，习近平这次去，某种程度有一个重心转移的情况出现，因为我们最常讲就是海参崴这个城市，我过去其实还花了一点时间去做一些研究，因为在疫情前，其实台北松山是有直飞海参崴的。然后呢，这个地名它叫弗拉迪沃夫斯克，在俄罗斯的话语里面讲叫征服东方的意思。那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的富豪其实大部分都往这个地方来移动，因为它就是整个东边最繁荣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富豪为了安全往整个东边移动，那刚好现在整个中朝跟俄这中间3个这样的一个经济地带，到底能不能够发展出一个其他更特别或更新的可能性，那这个我觉得就有待观察。那刚好在这个地方，日本跟韩国又合不起来，因为他们有独岛跟主岛的这样的一个领土的这样的一个争议，其实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在钓鱼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整个日韩有矛盾的时候，那中俄朝能不能够有一个相对的合作的对抗的这个态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值得观察的空间了。所以日本现在看起来对中国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孤军奋战哦，连南韩呢，都因为这个历史情节跟他保持距离了。不过我们来看到，那美国呢？美国在干嘛？哦，在忙着跟中国打科技战哦。所以美国国防部呢，8日又更新了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哦，包括了谁呢？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多家中国消费与科技公司都进一步限制了其在美国的业务活动。这个举动啊，可能会进一步升高美中的紧张关系，而且甚至连宇树科技呢也被列入其中。宇树不是才刚跟辉达合作吗？甚至啊，现在美国的参议员华伦啊也邀请黄仁勋出席6月11号的一场听证会，要探讨有关 AI 晶片还有辉达在中国业务的相关议题。
但是黄仁勋表示他无法出席，不过愿意在辉达总部去接待华伦的来访。显然商人都不太想要碰科技战的。但是我们来看到，川普政府还是继续的施压北约盟国，还说呢，想要叫他们用这个国防资金去汰除其网络与关键基础设施中来自中国华为技术公司的设备。好，那柏林还有马德里的官员是希望呢维持国家层级的控制权，并且担忧在欧盟层级禁用华为和其他中国供应商的产品，恐怕会导致北京当局的报复。你说你2018年要禁华为，那还有可能，结果现在呢？现在川普你自己都靠中了，怎么就不准其他的欧洲国家去使用这个小狗短袜的中国科技呢？我来看到不仅仅是这个 AI 那个资讯啦，就连机器人当然也是中国发展的比较快啊，所以现在呢，中国的机器人不是只会跳舞而已哦。中国大陆的官方就要求了，人形机器人要在2026年底前，从玩概念、秀技术，全面进入到真干活、真落地、真赚钱的阶段，开启作业模式，并且呢，已经形成了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达到上万台产量，并且要具备这个实务执行能力。他已经下达了，就是不要只是这个说说而已，我们要真的能够赚钱。好，那除了机器人之外呢，中国的 AI 也是越来越便宜。来看到呢，这个 DeepSeek 已经夺下了美国 B2P 的软体增速首榜。这个是美国企业支出管理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呢 ，DeepSeek 已经击败了众多美国的本土厂商，上了软体趋势榜单的第1名。而美国企业正在经历 AI 热潮后的阵痛。我们要知道这个 DeepSeek 一直在降价，但是反倒是 ChatGPT 一直在涨价。所以企业会用谁呢？当然是便宜的啊。而且另外在能源方面AI 数据中心也是非常的缺电。那么这个阿里巴巴就直接去找大陆的核电央企要探讨，直接去建一个小型的核反应炉，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电价还有供电模式呢突破瓶颈。那反倒是美国呢，我们要知道美国也是计划要盖很多的 AI 资料中心而且呢很多呢66%都是建在一些沙漠或干旱区，这就导致了什么？水资源成了一个定时炸弹。分析指出美国规划中的809座资料中心，有517座，2/3都是落在1年内曾经遭遇干旱的地区，显示 AI 基础建设加速集中到缺水地带。那么你的设备冷却还有发电都需要水，那就可能会成为美国发展 AI 的一个大隐忧了嘛。而且不只是能源在川普非常排外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的人才流失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来看到呢，现在呢又有一位旅美学者海归了。这位呢是曾经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任教于伯克莱加州物理系的一个物理学家。他呢现在也回到中国，出任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还有天体物理系的教授了。他曾经呢是有获奖的结果现在也回到中国去了。而且这个川普的这种 H1B 签证费的这个政策，就连黄仁勋也摇头。要知道这个川普他说这个签证费要涨到300万法院呢也裁定川普已经违法了。现在今天呢就已经推翻了这项政策，说呢联邦政府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就征收这个费用，已经越前炫了。所以没人没水又没有能源，美国要怎么去赢过中国的科技竞赛请教赖老师。现在大陆是哪一个产品赢了美国，美国就进哪个产品进去这个一直强调这个贸易自由化，而且把贸易自由化把它提高到神格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现在完全是不攻自破，自己打自己的脸。只要大陆赢了这个华为，赢了这个苹果就进华为，5G 赢了美国就进5G，然后现在电动车赢了美国就进电动车。机器人赢了美国就进机器人 ，AI 赢了美国就进 AI， 这是美国，我觉得这个有点丢脸这个实在是一个满嘴仁义道德，但是实际上干出来的都不太像话。华伦你自己要称自己几两重你不能跟川普比啦，你是100个参议员中的1个而已，1/100
的力量，而且是立法部门的力量。立法部门的力量是有限的，行政部门的力量才是很巨大的啊！因为行政部门它能够这个总统有很大的这个行政裁量权跟行政决策权，所以当然以商人来讲的话，看重的当然就是总统的这个位置。那你华伦你不能够跟川普来比，说他叫你去中国，你就跟着他去；我叫你到国会来，你就不到国会来，你不能跟川普比啦。你是1/100而已，而且呢，你再强调你是立法行政立法部门，立法部门没有什么实权，不要把自己吹嘘吹得太高，因为坦白说，人家看重的永远都是有公共政策决策权，还有公共资源支配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黄仁勋不去是合理的，但是黄仁勋很有礼貌啊，你来呀，你到我们的总部来啊，那你华伦你就去嘛。不然的话，你的政治现金可能就少一点了啊！你要看到钱的面子上，你还是要跑去这个黄仁勋的英伟达走这么一招。美国我们刚刚讲的，华为在5G 这个部分，美国输到底嘛，因为美国根本没5G，现在在拼6G，而6G 中国的华为的这个智慧财产权的数量已经是全世界排名第1了。所以6G 一旦开始问世的时候，看起来美国也可能还是会拖队，它很难跟得上去。那在这个情形下，它目前来讲还是要逼着欧洲的国家把华为拆掉，把华为拆掉，这就是歧视性的贸易行为。如果德国也好，西班牙也好，或者哪一些国家跟着美国走干这件事的话，中国大陆当然会反制嘛，因为你对我的厂商进行歧视性的行为，我也会反制对你的厂商也进行排他性的行为，这个就是一报还一报，你自己找的。所以我讲，今天欧洲的国家跟美国对抗，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理亏站不住脚，理亏站不住脚。如果一旦中国大陆反击，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说三道四的余地。好，另外机器人落地我这次刚好去上海，上个礼拜我就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已经在9大百货公司2楼已经开始在展示了，开始要卖了，已经开始在卖了我看到好多外国人都去问工人询价因为它的功能实在是超出我们想象。也就是说，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因为我们的新闻都有限嘛，所谓的新闻有限，就是说新闻播报的时间有限。但是当你到实体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解说员跟你解说他们能够做多少个服务、多少个生产力、多少个替代人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呦，真的要落地了，而且真的要买了。而且跟各位观众朋友说它不只是用遥控器，手机都可以遥控，语音都可以遥控。他们当场就演示给你看，你就直接用语音遥控它做什么事，它就做了什么事。那未来它的环境输进去了以后，它就在它的空间环境内去做它所应该要做的事，它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的支出。真的是非常的强大，而且中国还有掌握一项关键，那就是稀土那现在美国也去要求这个中国说赶快解禁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但是今天呢，中国的这个外交部是说说他们呢还是要禁止对日本的军事还有这个关键用途呢这个出口稀土，目的是要阻止日本再军事化。好了，我们接下来请教聂老师。我现在不想讲稀土，稀土东西会讲不完从储量、产量到它的经济演练，你这个然后一路走下去，我会觉得它是现在中国可以握在手里一个重要王牌。它今年可以用这个筹码可以玩很久，也就是不管你美国怎么玩，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不管你其他东西有多强，它只要靠稀土，它这个17种元素里面重要的几个，它就有办法控制世界可能未来你要的发展。好，那我不谈这一块，我先谈一下。美国反中这边讲到又开始了，其实不是一直在，只是表面和里面的问题。表面理智它一直在反，表面今天说这是 great country great leader， 心里还是在反，还是想压。因为就像刚才我们岳先讲的非常清楚只要你赢了，他就不舒服了嘛。而他们就会套用5个很重要的字，叫中国威胁论。其实我刚刚有教这些东西，从2005年说不好听，2003年它外贸经济起飞之后外汇存底已经快到1兆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对中海油就用钱要去并 Unicorn 石油石油怎么可以给你呢？第一名不能给你，他最后是给了 Chevron， 原因就是中国威胁论。联想要去并 IBM， 哇不得了 ，IBM 有所谓的半导体，有所谓的重要的科技，马上挡住，所以联想只能给你没有重大科技的所谓的 PG 市场。Medtech 哇也倒了，结果海尔要去并它。美国又拿着中国威胁论，请问一年有3个，2005年那么重要的都说中国威胁论，2011年结果中兴和华为不断的呢去进入美国的矽谷，要去并很多路由器公司，美国打出中国威胁论，全部这种并购全部砍。2011年各位去爬文，好了，2012年芝加哥有个教授说，哇，中国崛起太快。他在崛起，美国已经疯狂，再更崛起，美国更疯狂。请问美国不会打压他吗？当然会嘛，不是又回来会一直打下去，只是当你的筹码高，当你的拳头越来越壮的时候，他不敢跟你随便打了，他一定要是以阴谋论。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 CIA 啊、情报局啊或者什么样都还蛮强的，所以他们可以收到各种情资，甚至做各种演练。甚至在军事上，他现在也不断的要强化他的军事，要提升他的实力。他的制造业也不断用各种关税，或者各种方式要回来，但是当然很难了哈。但是我们看他怎么做，好，我们 wait and see。但重点是他们一直要打压。最后讲一个美国教育，因为我本人也是在美国拿博士，在美国待了10年。我有非常多的感触，这种感触我跟你讲，我本身就在 Princeton 附近，那我们在 Rutgers，Princeton 我很熟，当然这个是比较年轻的，我就讲我当时有2个重要的朋友，一个是哈佛大学的胡祖六，一个是哈佛大学经理是我照顾他开车的，当然各位可以去爬文，他现在是光华大学的讲座教授哈，我去过他那边，他2002年在 FMA 最大的这个研讨会在欧洲拿到第1名奖哦，类似当然不能说诺贝尔奖，我要讲的是他。当时哈佛毕业以后，他从我们 Rutgers 拿硕士到哈佛拿博士之后，他去了很多地方去教。他在哈佛当教授，到牛津大学当教授，你听起来不错吧？2012年他回到大陆，我说你干嘛回大陆？大陆崛起了。我跟你讲，不是美国留不住人才，是中国越来越大的吸引人才的力道。当时给海归太多的优惠，我跟你讲，这种我的朋友这种去的很多。那当然我还讲另外叫胡祖六，这个人有点名气，他以前做过了 Goldman Sachs 的首席这个经济学家，可以去看他现在是一个公司董事长。当然这小我3岁啊，经理小我一些。但我重点的我不是要点他们有多厉害，是这些算是人才。经济上的人才，因为本人就是学财经的嘛，所以这些人才他们为什么回去？我一样问一样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好的环境吸引他们想要回去，真的不是美国留不住。当然，美国现在的教育可能也慢慢弱了嘛，在川普的任中，而中国也慢慢起来了啦。中国的学校其实你要想想，不管在 AI 的建制，在各种科技的前导，已经不输其他国家，请注意。所以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人才优势了吗？我们请教徐永庭议员。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讨论的，就过去大家在讲，就是中美的这个竞争，从经济战走到这个贸易战，然后再走到这个科技战，那未来会不会成为规格战？那我认为现在就在这个拉扯当中。那关键的重点在于，一个是规模，一个是规格，还有核心的制造力，就规模、规格跟制造力。就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开始限制？这些盟友他不能使用这些部分，除了他所谓他讲的，就是说，这个有可能会有后门啊。可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发射频的这些 components 这些零组件，你说他又没有讯号发出去，他要怎么弄后门嘞？那纯零组件的东西，那你要说它有后门，或者是纯零组件的东西要禁用，那个其实就是规格战。那为什么要打规格战？因为 Stephen Miller 讲得很清楚啊，关税对我来讲也是个手段。所有的策略其实都是为了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那美国如果要制造的话，除了美国自己要吃下美国制造的市场以外，美国当然要去吃其他的市场，那规模才够大，才足以把这个制造自己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规格。也就是中国的市场可能它的人口数够多，所以它可以撑得住一个所谓中国自己本身的生态系。那美国如果要撑一个生态系，它就必须要去找所谓西方世界的生态系，那这样子它才能够让它的制造力有地方去，才卖得出去，才有一定程度的规模，才有研发，才有投资的空间。那这个具体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资料中心在美国要设在没有水的地方？因为美国是市场经济为主、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沙漠地带比较便宜，它的土地便宜，它的电也比较便宜，
所以就算水很重要，但对不起，从成本的考量上来讲，我还是要把它拉到这个地方去，因为毕竟在整个资料中心的构成里面，电力比水更重要。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那这个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也就是它规模如果没有到，它就必须要从客观事实里面去找一个对它来成本来讲最有利的方式。那对美国来讲，目前最有利的方式，又要维持住它制造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就是要分拆规格。可是这个分拆规格，现在在政治上对他的这个消费者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 Stephen Miller 自己在他的书里面也写说，这是一条走钢索的路，那必须要前进一步，后退2步，再前进2步，再后退1步，这样慢慢的往前走，说像在走钢索，在跳 Tango 一样。所以这个就是。那美国为了维持住它的领先趋势，所以他自己把他自己全球化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破坏掉了。否则说，过去欧洲都觉得说，哎，中国制造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啊，所以慢慢的中国制造的在物品上，在商品上面，它又有效率，价钱又低，所以纯自由市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现在美国硬要拆成2种规格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回归到我刚才所讲的，因为它要创造自己的规模、自己的规格，然后重点是它要巩固所谓它能够去做承载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力。他希望美国的制造业能够再次繁荣，但是美国现在还深陷在战争的泥沼当中。来看到现在美伊战争要重新开火了吗？现在呢有一架美国的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周一的时候竟然是在荷尔姆兹海峡附近坠毁了。还好啊，2名机组人员是安全获救了，但是目前不清楚这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是被伊朗的炮火给击落呢，还是机械故障遇到了其他问题呢？不得而知。不过呢，以色列军方现在是表示说呢，侦测到了从伊朗发射了新一波的飞弹，这呢已经是自昨天冲突升温以来的第6波攻击了。那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国际机场呢，也已经暂停所有的入境航班了。而且不仅仅是伊朗，现在胡塞武装组织也加入战场了吗？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发言人8日的时候发声明证实呢，较早的时候呢，向以色列也发射了导弹，而且他们说要禁止以色列的船只在红海上面去航行所以现在已经从荷姆兹海峡到红海了吗？好，那以色列也说了，说军方也监测到啦，从也门发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了，以军的防空系统正在实施拦截。好，那不仅仅是这个以色列跟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就连这个美军也证实他们呢是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要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去开火，要让他们来丧失航行能力这个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证实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停火已经吹了吗？现在要重新开启战火了吗？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川普可能根本就不希望结束战争怎么说呢？来看到了华尔街的知名经济学家就说了，因为现在物价上涨的很严重嘛，那如果战争一直持续的话，川普就可以把这个原因物价上涨的原因怪到战争上面去。那同时呢，也可以向选民传递一种希望，就是你只要战争结束的话，物价就会快速回落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啦，不仅仅是战争，要不要继续打，对川普来说也是一个两难。包括现在呢，2026世界杯也即将开踢在即了，但是有媒体却指出美国筹备赛事陷入了双重危机，包括了联邦经费到现在还没有拨付，还有移民执法带来了不确定性，恐怕都会影响赛事能不能够顺利，甚至会损及经济效益，还有美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呢，现在经济真的是被川普搞到不太好。那美国人自己呢，也是对现状感到不满。来看到根据这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发布的美国消费者月度调查，5月份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比前一年略有恶化，或者是恶化很多的美国人比例，已经是来自2023年1月以来最高的了。经济不好，那你要美国人怎么喜欢自己的总统呢？
呢？所以现在啊，川普啊，就算是亲自去参加 NBA， 也被虚报了。我们来看到啊，川普呢，他现身尼克主场的麦迪逊花园广场，成为了 NBA 史上第1位亲临总冠军赛现场观战的现任总统。但是啊，在赛前唱国歌仪式进行的期间呢，转播单位啊，把镜头 cue 到了川普，结果现场的观众马上就报以嘘声呢。甚至啊还被拍到了这个画面，是在打比赛期间，川普竟然在座位上面打瞌睡，皱着眉头闭上眼睛。影片曝光之后呢，也引来了媒体的报道，网友疯传。好，那现在川普呢，好像真的是不太得民心啊。但是呢，他在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日当天呢，还是发布了一段 AI 影片，我们来看一下。Everywhere I go, they love Donald Trump. Down in Mexico, they love Donald Trump. Flew to Italy, they love Donald Trump. In the Middle East, they love Donald Trump. 好，所以现在川普是只剩下自嗨了吗？那这样子的总统，不要说能够打赢战争了，他能不能够搞定国内的经济？好，我们来请教赖老师。我是完全不相信那个墨西哥会喜欢川普，中东的那些朋友会喜欢川普啊，还有非洲哪一个？其实喜欢川普的已经没几个人啊，除了日本、韩国，还有那个治理台湾的那个人以外啊，其他的那个喜欢川普的其实已经算不出有几个人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川普真的是不得人心啊。已经尽失美国人的人心啊！你看国歌都可以不唱，就为了赶快嘘他，因为谁叫你把唱国歌的时候把川普的大脸拍上去？那我干脆国歌不唱了，我就来嘘川普。那这个对于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一个不能够团结大家啊，只会造成分裂，只会造成大家更大仇恨的人，都是不得人心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给领导人引以为戒啊！所以所有的一个领导人都要知道啊。当你只会撕裂这个社会，撕裂啊，制造这个族群的仇恨，然后让大家更多人讨厌你、恨你、厌恶你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配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了。我想这是一个真的，所有的领导人都要引以为戒啊，特别是那位治理台湾的领导人也要引以为戒，因为他的名字没有了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没有了，那这要问川普，他讲的到底是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阿帕奇的直升机到底被打下来，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公布，但是它掉下来是事实，是机械故障还是被打下来？有人说可能是被监视性武器打下来，如果真的是的话，那这个对于美国的飞行员来说，他们会越来越有压力，因为直升机它飞不高，所以如果监视性武器都能打下来，那他们本身靠近伊朗这个地方，只要被发现就有可能被打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很明确的看到的是，中东的战火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那目前来讲，等于是小打小闹一样。可是小打小闹随时都有可能慢慢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但是很明确的一件事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卷进来了。也就是说，不只是伊朗对于以色列，或是伊朗对美国，而是也门也卷进来，对于以色列，那问题就在于以色列对于也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可以去炸这个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因为它是一个首都很大，可是也门的胡塞组织基本上来说，它是游击部队，你很难对于它进行有效的打击，所以对以色列来说，它只能是防守方，而我们也看到也门的胡塞组织。甚至可以跟伊朗同时联动封锁2个海峡，曼德海峡跟赫尔木兹海峡同时都被封锁的话，这个对于全世界的能源都不是一件好消息。换言之，也就是伊朗开始建立起一个什叶派的连线，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对于以色列或是对美国来说，对全球的能源来说也是一件坏消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中东战火再起，美军还能够压制住吗？我们来请教聂老师。好，我先讲一下比较酷手、比较有趣的。
川普呢，我们刚谈了一下，好像不太喜欢这个球赛 NBA， 但他去了，但我觉得是刷存在感，因为听说这个对不对？有些人讲他喜欢高尔夫球嘛，所以他去了以后就会有那种想睡觉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一些转播单位故意看他睡，对不对？就故意照他。表示转播单也不喜欢他，你知道很多记者都不喜欢他。他最近还为了一个记者有没有很火大，就没有录完就火，就一直骂了好几个电台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故意照你在睡觉，然后让大家来虚你，你觉得是？你觉得想也知道。好 ，anyway，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啊。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战事哈，在美伊战争哈，大家都想得非常清楚。以色列先打伊朗，要打伊朗之后呢，把美国拉进来，不是拉进水，而是掉进泥沼中，就。最后弄到了真正在泥沼中的川普呢，很难，这个自然爬不出来了。结果呢，你知道他开始想爬向和谈，以色列吓得要死，怎么办？一和谈我就完蛋了，甚至用各种情报组织去测探，去情搜你这个川普会不会不帮我，甚至反到了美国的情治单位里面去。那到处呢，他还汲汲营营的想去打伊朗，非常希望川普不要停。可是要知道，伊朗他很多的兄弟，他的兄弟有3大嘛，大家都知道啊，也算是伊朗的代理人。第一个，当然最靠近以色列，在2年前就已经发生战事，对不对？那叫巴勒斯坦，哈马斯大概已经输了这个以色列。可是你要知道，最靠近的黎巴嫩，我们前一阵听到那个真主党打来打去，这仇恨在心，他当然会随时反击，而且他们就是伊朗的这个小老弟。还有南边还有一个差将近1500公里的。刚刚讲到打游击战为主的这个胡塞组织，这个胡塞组织在这也门，我讲不好听，那么远，他就算被人打不到，你船要出红海，对不对？要过海峡，我就打你海上的以色列舰艇，所以打的以色列现在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北有真主党，南当然过去就有了这个胡塞组织，东边当伊朗，他现在搞不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战事还有得玩的。所以现在，以色列真的是非常开心，因为战争可以继续打，但是美国就被拖进泥沼当中了。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要不要结束战争？川普真的陷入了两难了吗？请教熊廷议员。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真蛮特别的，就是说他过去跟 NBA 的梁子其实非常多。他2017年的时候就说，我不邀请那个勇士队的 Curry 来，因为 Curry 在我选举的时候没有支持我。然后后来人家问他说，那其他人呢？他说LeBron James 也没有支持我，所以我也不会邀请他。就算他们在这个奥运拿到这个美国梦幻队的冠军，我也不会邀请他们来白宫。那从此以后，这个 NBA 的球迷对他来讲，当然你侮辱了他的这个偶像，他当然就不爽嘛。那再来就是，其实纽约是川普得票最低的地方。川普在总统，包括2024这一次，我记得他的得票率好像不到3成。在纽约就3-7嘛，对。然后 Trump Tower 其实像我们过去，我跟万安市长参访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走到 Trump Tower 去看哦，就是美国人都对川普是。纽约人啦，纽约人其实对川普是蛮鄙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川普这一次去 NBA， 再加上他去 NBA 之前又跟大家讲说，大家说，你看这个球票涨价涨得这么高，那怎么办呢？然后川普就讲说，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啊，看电视是免费的，然后这就是人生。那这几件事情就全部的惹毛了所有的观众哦，所以你说他去看 NBA 会被虚，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美国，因为贫富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对于所谓安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那特别是观光客，其实我自己也是疯狂的这个世界杯球迷。那大家都问我说：“那美加墨世界杯，你敢去吗？”我说：“墨西哥的治安是有出了名的，美国的治安其实也不好。真的要去看的话，加拿大可能稍微那个。那这个就是大家认为，就是因为美国的 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然后再加上它的贫富差距，再加